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感动不已的真实故事，是关于一位深圳女企业家林婉琪的爱情与奋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为了爱情放弃自己原本的一切，反而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更好的自己，真是太有启发性了。我们的主人公林婉琪30岁出头，深圳本地人，家境殷实，父母都是做外贸生意的。从小成绩优异的她，毕业于国内某知名财经大学，专业是国际商务。毕业后，她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大公司打工，而是直接自己创业了。她成立了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专门做国内产品的海外销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年营业额达到了几千万。婉琪不仅事业有成，人长得也特别漂亮，身高1.68米，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一头乌黑的长发，再加上精致的妆容和名牌服饰，走在街上回头率超高。我妈经常跟我说，她这个女儿呀，除了还没找到对象，简直十全十美。婉琪笑着告诉我，按理说像婉琪这种条件，找对象应该很容易才对。但她对我坦言，在深圳这个快节奏的城市，虽然相亲无数，却始终找不到能触动她内心的人。丽姐，你知道的，现在的男人要么就是太功利，一见面就问房子、车子、存款，要么就是太幼稚，30多岁了还整天打游戏。还有的呢，看起来条件不错，但相处起来感觉特别虚伪，让人完全看不到真心。婉琪叹了口气说道，这话我太懂了。现在的婚恋市场真的是鱼龙混杂，特别是在1线城市，条件越好的女生反而越难找到真心相待的另一半。2019年的春天，因为公司业务需要，婉琪去台湾出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没想到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那天我在台北谈完生意，心血来潮想去南投县的日月潭玩一玩。婉琪说，我听说那里的风景特别美，茶叶也很有名。说起台湾的茶叶，那可真是大有来头。台湾茶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从清朝时期就开始了。最早是由福建安溪引进的铁观音茶种，后来又发展出了洞顶乌龙、东方美人、高山茶等多种特色茶品。相比大陆以大规模种植和机械化生产为主，台湾茶多以家庭小农氏经营为主，更注重品质和特色。婉琪到了日月潭附近的鹿谷乡，被那里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近处郁郁葱葱的茶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让她仿佛置身于画中。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那该多好啊。婉琪回忆道，她决定在当地住几天，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茶文化。经当地人推荐，她来到了一家名为云起茶坊的茶庄。这家茶庄的主人叫陈家红，是当地有名的茶农。他35岁，身高1.8米，皮肤被太阳晒得有些黝黑，但五官深邃立体，特别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婉琪被他的茶艺所吸引，也被他对茶的热情所打动。他泡茶的时候，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专注和从容的气质，完全不像深圳的男人那么浮躁。婉琪说起初见家红时的印象，眼中闪烁着光芒。家红是台湾南投鹿谷乡的第3代茶农，从小耳濡目染，对茶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仅懂得如何种茶制茶，还对茶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就开始种茶了，家红告诉婉琪，这片土地和这些茶树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离不开他们。不同于大陆很多人对台湾农村的刻板印象，家红虽然是农村人，但家境并不差。他家的茶庄年产高山茶近1000斤，每斤能卖到几千元新台币，年收入相当可观。而且他还自己经营茶艺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台湾的农业真的很发达，婉琪对我说，特别是像茶叶这种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再加上结合旅游，农民的收入完全不比城市白领差，甚至可能更高。在台湾停留的几天里，婉琪每天都会去云起茶坊，与家红聊天品茶，了解更多关于台湾茶叶的知识。他发现家红不仅是个茶农，还是个有想法的商人。他懂得如何将传统的茶产业与现代的营销方式结合起来。
他告诉我，他不只是种茶卖茶，他是在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婉琪说，这种思想和我很契合，我做跨境电商也一直强调产品背后的文化和故事。短短几天的相处，两人竟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临别时，嘉宏送给婉琪一盒他亲手制作的高山乌龙茶，这是我们鹿谷的特产。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茶，嘉宏认真地说，希望你喝这个茶的时候能想起这里的山，这里的人。婉琪回到深圳后，每天都会泡一杯嘉宏送的茶，回味着在台湾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忘记那个在阳光下忙碌的身影，无法忘记那双诚恳而温暖的眼睛。2个月后，婉琪又找了个借口去了台湾。这一次，他直接去了鹿谷找嘉宏。嘉宏看到他时的惊喜表情，至今仍深深印在婉琪的脑海中。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你真的这么惊讶。婉琪笑着对嘉宏说，我还以为你是深圳大忙人，不会再来了呢。嘉宏也笑着回应。这一次，婉琪在鹿谷住了1周，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临走前，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接下来的半年里，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异地恋。深圳和台湾，一个是国际大都市，一个是山区小乡村，一个充满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一个保留着传统农村的宁静与质朴。2个世界的差异让他们的恋情充满了挑战。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婉琪回忆道，每天视频聊天，但隔着屏幕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而且时差虽然只有1小时，但我们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我经常加班到很晚，而他天不亮就要起床照料茶园。最难的是，两人的事业都在上升期，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婉琪的公司正准备融资扩大规模，嘉宏也在筹备将茶园有机化，开发新品种。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经过深思熟虑，婉琪做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的决定，放弃深圳的一切，搬去台湾和嘉宏在一起。我那时候想，事业可以重新开始，但真爱可遇不可求。婉琪坚定地说，而且我也相信我的能力和经验在哪里都能创造价值。2020年初，婉琪将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合伙人，卖掉了深圳的房子，收拾好行李，告别了父母和朋友，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婉琪的决定让很多人震惊不已，深圳的亲朋好友都劝她三思，认为她是疯了，一个大都市的成功女企业家怎么可以为了爱情去偏远的山区当农民呢？我妈当时哭得特别厉害，觉得我被骗了，要嫁到穷乡僻壤去受苦。婉琪苦笑着说，但其实台湾的农村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落后，生活条件挺好的，而且环境特别优美。实际上，台湾的农村确实与大陆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尽管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不如深圳这样的1线城市，但其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到位，生活质量并不低，特别是南投县这样的茶叶产区。因为茶产业的高附加值和旅游业的带动，农民的收入相当可观。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大陆不太一样，婉琪给我解释道，台湾的农业更注重精细化、品牌化和高附加值，比如茶叶就是典型的例子。大陆的茶叶产量世界第一，但台湾的茶叶单价却远高于大陆，因为他们在品质和品牌上下了很大功夫。2020年2月，婉琪和嘉宏在鹿谷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婚礼。那天虽然没有豪华的场地，没有名贵的婚纱，但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婉琪回忆道。婚礼就在茶园里举行，周围是绿油油的茶树和美丽的山景，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喝着我们自己种的茶，吃着当地的美食，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婚后，婉琪正式开始了在鹿谷的新生活。刚开始，她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障碍，虽然台湾和大陆都说中文，但台湾的闽南语和客家话婉琪听不太懂，特别是乡下老人说的方言，更是让她一头雾水。有一次我去集市买菜，一个老奶奶用闽南语跟我说价格，我完全听不懂，只能不断点头微笑，结果回家后发现买贵了好多。婉琪笑着说，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深圳的快节奏生活和台湾乡村的慢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深圳，
晚期习惯了24小时便利店、随时可叫的外卖和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而在鹿谷，商店晚上8点就关门了，没有外卖，出行基本靠自己开车。刚开始真的很不适应，婉琪说，晚上想吃宵夜都没地方买，想买个日用品还得开车半小时去镇上。最让婉琪担心的是事业问题。她放弃了深圳的公司，来到鹿谷后该做什么呢？我一开始以为我可以帮嘉宏打理茶庄的营销和销售，但实际上我对茶叶一窍不通，不知道什么茶好什么茶差，也不知道如何评价茶的品质。婉琪坦言。看到妻子的困惑，嘉宏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先从学习开始呢？了解茶叶的种植、制作和品鉴，然后再考虑如何利用你的商业才能。于是婉琪开始了她的茶叶学徒生涯，每天跟着嘉宏上山采茶，学习如何辨别茶叶的好坏，如何进行初步加工，如何烘焙出不同风味的茶。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婉琪说，我以前在办公室工作，最多就是久坐导致颈椎不舒服，但在茶园里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采茶要弯腰驼背，手指被茶叶划出很多小口子，皮肤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粗糙，晚上全身酸痛的睡不着觉。尤其是制茶的过程，更是体力与耐心的双重考验，从鲜叶采摘、摊晾、杀青、揉捻到烘焙，每一步都要精确控制温度、湿度和时间，稍有差错就会影响茶叶的品质。有一次我负责看管烘焙的火候，结果一个不小心睡着了，醒来发现茶叶都烘焦了，整批茶叶都报废了，价值好几万新台币呢。说到这里，婉琪还是有些懊恼，但嘉宏从来没有责怪过他，反而一直鼓励他，告诉他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经历了这些挫折，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制茶师。他对我的耐心和包容，让我更加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婉琪感动地说，就在婉琪逐渐适应新生活的时候，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了，给原本就不容易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疫情期间，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来茶庄参观品茶的游客锐减，茶叶的销售也受到了影响。嘉宏的茶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那段时间嘉宏压力很大，婉琪说，我们的库存积压越来越多，现金流越来越紧张，眼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好茶都要卖不出去了，但危机往往也是转机。婉琪想起了自己在深圳做跨境电商的经验，也许可以把它应用到茶叶销售上。我当时就想，既然线下销售受阻，为什么不尝试线上呢？婉琪说，特别是疫情期间，人们居家时间增多，喝茶的需求反而增加了。于是婉琪开始了她的茶叶电商计划。她首先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注册了账号，每天分享茶园的美景、茶叶的种植过程、制茶的技巧以及品茶的心得。我特别注重内容的真实性和专业性。婉琪说，不是简单的发图片，而是要让大家真正了解到好茶背后的故事和价值。她的分享很快吸引了不少茶叶爱好者的关注。接着，她又开设了线上茶艺课程，教授大家如何正确冲泡不同种类的茶，如何鉴别茶叶的品质，如何搭配茶点等。这些课程特别受欢迎。婉琪笑着说，因为很多人虽然喜欢喝茶，但并不知道如何泡出一杯好茶，我的课程填补了这个空白。此外，婉琪还利用自己的跨境电商经验，将茶叶推向了国际市场。他发现欧美国家虽然主要喝咖啡，但近年来对东方茶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对有机、天然、健康的产品需求旺盛。我找了一些在国外的华人代理，借助他们的渠道将我们的茶叶销往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婉琪说，这些地方的消费者购买力强，对价格不太敏感，更注重产品的品质和故事。婉琪的努力很快见效，短短几个月内，云起茶坊的线上销售额就超过了疫情前的线下销售，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最让我惊喜的是，我们的茶叶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比在台湾本地还要高。婉琪笑着说，因为外国人特别看重有机和可持续种植的理念，愿意为此多付钱。线上销售的成功给了婉琪更多信心，她决定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她开始思考，除了卖茶叶本身，是否还能开发更多与茶相关的产品。
我发现很多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茶饮有一定的距离感，觉得泡茶太过繁琐。婉琪说，所以我想，为什么不能把传统的好茶以现代的方式呈现出来呢？于是，在与嘉宏深入讨论后，他们决定开发一系列茶衍生产品，即溶茶包、茶饮料、茶点心、茶护肤品等，让消费者能以更便捷的方式享受优质茶叶的好处。这个想法一开始遇到了不少阻力，尤其是嘉宏的父亲。婉琪回忆道，老人家是传统茶农，坚持认为好茶就应该用传统方式泡饮，这些新式产品在他看来是对茶文化的亵渎。但婉琪并不气馁，他找来了台湾著名的茶叶专家和食品研发人员，一起研究如何在保持茶叶原有营养成分和风味的基础上，开发出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产品。我们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做研发。婉琪说，特别是茶饮料，我们尝试了上百种配方，才找到了既能保留茶叶原有风味，又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口感。他们最终推出的冷泡茶系列采用了特殊的萃取工艺，既保留了茶叶的天然香气，又降低了茶苦涩的口感，加入适量的蜂蜜或水果风味，特别受年轻消费者欢迎。有趣的是，我们这个冷泡茶系列在大陆市场反响特别好。婉琪笑着说，可能是因为大陆消费者更喜欢甜一点的口感，而台湾本地消费者反而更倾向于原味茶。这让婉琪意识到，两岸消费者的口味差异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市场机会。他开始针对不同市场定制不同风格的产品，大大提升了市场渗透率。这就是我过去跨境电商经验的价值所在，婉琪自豪地说。我懂得如何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来调整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随着业务的扩大，婉琪开始思考更长远的发展方向。他注意到，全球范围内对有机、天然、环保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特别是疫情后，人们对健康和环保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我们的茶园一直采用传统种植方式，尽量减少农药使用，婉琪说。但如果想要真正打入高端市场，获得有机认证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有机认证之路并不平坦。台湾的有机认证标准非常严格，从申请到最终获得认证至少需要3年时间。这3年中，茶园必须完全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定期接受检查，但不能使用有机标识销售。这3年真的很难熬，婉琪坦言。产量下降了至少 30%， 成本却增加了不少。但我们的茶叶不能标示有机，也就无法提价。在这个困难时期，婉琪的商业智慧再次发挥了作用。他想到了一个妙招，转型中的有机茶园特别系列。我们没有宣称是有机茶，而是很诚实地告诉消费者，我们正在转型为有机茶园。婉琪解释道，我们详细记录了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做法，比如使用天然肥料、生物防虫技术、生态种植方式等，并把这些内容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随每盒茶叶一起赠送给消费者。这种透明、诚实的做法意外地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许多关注健康和环保的消费者愿意支持这种转型中的企业，他们认为这反映了企业的责任感和长远眼光。我们的销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婉琪笑着说，很多消费者成了我们的粉丝，他们定期关注我们的转型进度，甚至有人专门来茶园参观，了解有机种植的具体做法。2022年初，云起茶坊终于获得了台湾权威的有机认证，这是对婉琪和嘉宏3年来坚持不懈努力的最大肯定。那天我们全家都激动地哭了。婉琪回忆道，特别是嘉宏的父亲，他一直是最反对改变的人，看到我们成功获得认证，老人家抹着眼泪说，你们的坚持是对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有机认证的获得让云起茶坊的产品身价倍增，他们的茶叶价格比普通茶高出 50% 以上，但消费者依然趋之若鹜，特别是欧美和日本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2022年夏天，一场强台风袭击了台湾南部，云起茶坊的茶园遭受了严重损失。那是我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婉琪沉重地说。大约 70% 的茶树被强风摧毁，部分山坡出现滑坡，损失惨重，
面对如此大的灾害，嘉宏的父亲一度想要放弃，认为重建茶园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茶树从重新种植到能够产出优质茶叶至少需要3年时间。但晚期没有放弃，他给大家鼓劲，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也是我们展现韧性的机会。茶树可以重新种，茶园可以重建，只要我们的品牌和理念不倒，一切都还有希望。面对灾后重建的巨大资金需求，晚期创新性地提出了茶树认养计划。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一定金额认养1棵或多棵茶树，茶农会在茶树上挂上认养者的名牌，并定期发送茶树生长情况的照片和视频。等到茶树恢复生产后，认养者可以获得该茶树产出的部分茶叶。这个计划出乎意料的成功，晚期兴奋地说，短短1个月内，我们就筹集到了足够重建茶园的资金。更让我感动的是，很多认养者不仅是为了茶叶，更是为了支持我们的环保理念和有机种植方式，重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晚期和嘉宏趁此机会对茶园进行了全面升级，引入更先进的水土保持技术，种植更抗风的茶树品种，建设更科学的灌溉系统。这次灾难反而成了我们提升茶园整体水平的契机，晚期感慨道，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重建过程中，晚期还想到了更多创新点子，他联系了几家设计公司，开发了一系列以茶为主题的文创产品，茶香、熏香烛、茶染布艺、茶叶书签等，既能增加收入，也能在茶园恢复期间保持品牌热度。这些文创产品意外地受到了欢迎，特别是茶香熏香烛，成了我们新的爆款产品。晚期笑着说，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即使茶园完全恢复，也要继续发展这条产品线。2023年初，台湾一家著名财经杂志对晚期进行了专访，并在封面上称她为茶叶女王。这个称号迅速在台湾茶产业内外传开，晚期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一开始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晚期笑着说，毕竟台湾茶产业有很多前辈，我只是一个从大陆嫁过来的新人，有这个称号感觉有点名不副实。但随着更多媒体的报道，晚期逐渐理解，这个称号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茶叶生产和销售上的成就，更是对他将传统茶产业与现代商业模式成功结合的肯定。我想，我的价值在于为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晚期思考着说，很多传统茶农只专注于种茶和制茶，忽略了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而我把两者结合起来，让好茶能够被更多人发现和喜爱。2023年下半年，云起茶坊的茶叶在台湾一个权威评选中获得了金奖，这是对他们产品品质的最高认可。这个奖对嘉宏的意义非常重大。晚期感动地说，因为在台湾茶产业内，这个奖项是实力和品质的象征。嘉宏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梦想获得这个奖，却从未成功。嘉宏终于圆了3代人的梦想，这让全家都无比自豪。更让晚期骄傲的是，这款获奖的茶叶是他参与开发的新品种，结合了传统制茶工艺和现代科技手段，口感独特，香气持久。我从初学者成长为能够开发新品种的制茶师，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也无比充实。晚期回忆道，每一次失败都是学习的机会，每一次成功都是对坚持的回报。到2023年底，云起茶坊已经发展成为台湾南投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茶企之一，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新台币，产品远销日本、欧美和东南亚。我们现在有10几个固定员工，旺季时还会雇佣临时工。晚期说，我们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参观我们的有机茶园和茶文化体验中心。如今，晚期来台湾已经3年多了，回顾这段经历，他感慨万千。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担忧和不安。晚期坦言，我担心自己适应不了乡村生活，担心自己在陌生的环境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担心自己会后悔为爱情放弃深圳的一切。但现在他可以自信地说，这是他人生中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在台湾，我找到了事业与生活的平衡，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也找到了真挚的爱情和温暖的家庭。晚期幸福地说，
虽然过程中有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去年，婉琪和嘉宏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婉琪给她取名银茶，希望她像茶一样清澈、芬芳、温暖。孩子的出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这片土地的决心。婉琪抚摸着女儿的小脸说：“我希望她能在这片美丽的茶园中长大，既了解传统的价值，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对于未来，婉琪有更多的计划和梦想。她希望将云起茶坊打造成一个国际知名的台湾茶品牌，不仅销售茶叶，还传播茶文化，推广健康、环保、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最近在筹备一个茶文化生活馆。”婉琪兴奋地说：“这将是一个融合茶艺展示、茶文化教育、茶疗养生和创意茶餐的综合性场所，让更多人能够深入了解茶的魅力，感受茶带来的美好生活。”此外，婉琪还计划与更多台湾小农合作，帮助他们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我希望把我的商业经验分享给更多小农，帮助他们实现创新与传统的结合，让好产品能够找到合适的市场。婉琪说，这样不仅能促进台湾农业的发展，也能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优质健康的农产品。说到这里，婉琪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自信。我想告诉大家，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但最终让这条轨迹变得精彩的，还是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婉琪微笑着说，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创业还是农业，只要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并为之付出努力，你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幸福。听完婉琪的故事，我不禁感到心潮澎湃。作为一名婚恋红娘，我见证过无数爱情故事，但像婉琪这样为爱放弃一切，又在全新的环境中创造出更大成就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